哇！100。看一下好像 highway 的转速啊，130 km/h， 4000转，哈哈 ，6 speed is the best 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欢迎回到了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来 POV 冲上云霄。今天的我呢，已经上到来顶了。我隔壁这辆是一个 Honda City GM6，但是 convert 了去6.5代的外貌的。然后它有什么厉害呢？它就是 convert 了手牙，而且是 6-speed manual。之前在我频道已经试驾了很多次 CD 啦，有试驾过 Remap 的 CD CVT、5-speed manual 的CD。最厉害的记录就是驾了 K20A 的 CD， 那个影片的蛮爆满了，过100千的 view 啦。非常感谢本期的视频车主叫 YK， 你们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 follow 他 Instagram， 有什么的话呢，可以 PM 问他，但是不要去干叫人家。你真的有心要 convert 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联系车主了。首先，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去看车啦 ，Let's go。其实 Jazz 跟 CD 的 engine 呢都是一样的 L15Z 或者 L15A 都有，然后在马来西亚的一般都是 L15Z 配搭的 CVT。这样子的 conversion pack 呢是来自于 Jazz， 日本那边有叫做 RS， 那个是配搭着 L15B 的引擎，配搭着 6-speed manual 高速速版的 L15啦。如果这样子 tune 啊什么，我看过它可以上到 140P 里面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是蛮有潜能的一个引擎来的。当然你换了这个 6-speed manual 呢 ，drive shaft 它也是可以用回 RS 的，所以会比较粗了一点啦，我觉得应该会比较耐用。它的这个 6-speed manual 还有它的 RS 的 pedal， 所以它是 aluminium pedal 来的哈，就看到好像 Type R 的感觉啦。Starter 也是用 RS 的 ，Flywheel 也是 RS 的。如果改这个手动挡下去啊，那些牙箱的锚定是一样的嘛？有一些一样，有些不一样，有一个需要改啦。据我所知的是这样，可以 custom 哦，因为 GK5 是 plug and play， 这个 GE 6度呀就要 custom 一点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引擎，看哈，外观方面是一个很干净的 CD 啦，就一般上我们街上都可以看到很多 CD 车主改的。打开一下引擎盖啦。这一副引擎是来自一个 L15Z 的 1.5 公升 Single Overhead Cam 的引擎，原装拥有120匹马力，还有145个 torque。这辆车有加了一些 bar， 前面有一个 front strut bar， 可是躲在很里面一下应该不会影响到你做 service 那些。块上面有 KC Auto 的痕迹在那边啦，所以可见是 KC Auto 搞的。Tuning 方面是 K&N Air Filter 有 remap 过啦，所以现在的马力是114匹 on wheel， 145个 torque 左右啦。只是如果讲潜能大，还是拿那个 L15B 啊 ，L15B 配搭着牙箱的话，大概是15,000左右，还没有算人工费。那 exhaust 呢有换过啊？有 extractor 换过了，过后2寸白冰到中间中鼓，然后再到一个 muffler。K20 plug coil，NGK Earway 的 plug，Works 的 crank pulley，resonator muffler FGK， 还有 BCV1 的 adjustable， 前面是 8K spring 32个 click， 后面是6K 25个 click。轮胎是用着 Westlake 的 Sport RS 1950 R15 的，所以之前你是用 AD09。对，因为想试看哦。还有 ODC 的大的 single port 的 caliper， 比原装大一点点，然后有285mm 的刹车通风碟 ，front strut bar、rear anti roll bar 都有啦，有一个 rear 4 point 的 lower arm bar， 就这样子。这辆车的 logo 呢，不是 carbon fiber， 它是掉漆了。你是喷黑是吗？对，是这样的 ，chrome 你拿去喷黑很容易掉漆的。是透啊。但是远看就是好像 carbon 这样哦。尾灯方面呢，就换了一个 albino 的，很多 CD 也是会换的。里面呢就换上了一个 bucket seat， 可是这个椅子对我来讲，这个高度有一点高，不是很适合我的角度。Bracket is custom 的，已经不能是调上下了啦，蛮有支撑性的一个椅子。Aluminium sport pedals， 6-speed manual， 内饰都很原装了啦，还有一个 Luffy 表，那里面就不讲太多了啦。OK， 不懂会不会失火啊 ？OK， 小。
Speed Manual。这辆车是搭载这个1.5公升的 Single Overhead Cam 代号为 L15Z 的一副引擎呢。它原装是拥有120匹马力，还有145个 torque。可是这辆车经过换了手动挡 6-speed Manual 之后呢，它现在 rebuild 是114匹马力，还有145个 torque 这样子啦。然后配搭着轮胎是 Westlake 的，哎呀，小心哦 ，Sport RS， 哇，现在这个转弯是有一点刺激哈。6-speed manual 讲的那个齿轮都会比较密一点，肯定是动力来讲比较容易接得上了。如果比起 5-speed manual 来话，哇，那个 Odyssey 的 caliper 踩下去反刺一下，提升了一点，不错。你看我一换挡了之后，它可以 keep 在4500转这样，我就觉得会比起那个我之前加的 5-speed manual 来的爽一点。上场 OK 哦，够用哦。哇，那个 brake good 啊 ，spin 得出，太轻了。哇，那个油门 CVT 敏感，比起 CVT 啊，不同东西啊。哇，那个油门，它那个换挡的感觉很像 CRZ 那种诶，它一粒一粒很爽那个。所以我想过要换说shifter，他跟我讲这个源头都不错啊，就这样试看这个。是哦，已经很够了哦，觉得这个很爽了，已经很爽了哦。啊，这样子啊，毕竟不是玩零式，不是玩正棒。CD 的屁股有一点很没有讲很听话的哦，他想要出这样哦，所以我下到很低哦，很低，就让他甩，没有甩上鼓励了。这原装的 CVT 是不错啊，动力是 OK 的，可是它少了一点那个驾驶乐趣啊。对，美诺的动力比较来的直接咯。如果你讲比0到100哦，我相信 CVT 是真的不输给它的，我还是觉得 CVT 更快。因为你要换压，对你不用换压，已经慢它了，除非你手快。那个 brake 有一点不太习惯，太刺了。Bendix Better King 哦，前面。对。Hello， 你看有一点推，不够用，像 LSD， 但是的确需要啊。我的朋友在哪了？要不要等他一下呢？CD 的这个方向盘很轻哎。对，没有啊，应该是讲我换了195时候更轻。哦，更轻了，对。它原装都已经是很轻了，它比较离地，对，近一点。对你来讲真的是 AD09 才够用了啊。Sport RS 好像对这辆车速度有一点不太匹配哈。RS4 是一个 Hello Honda ，Oops， 等一下你没有，说废了，我的这个 cam 不够力。嗨，太够力了，过完。这样正常啦，你这样驾驶一个人这样 OK 啊。我们平时晚上上的时候那种更起劲，晚上的话速度更快了哈。快不快就 OK 啦，就后面有人弄完了还是怎样啊，会更起劲来激烈啊。对了，唉，啊，你的朋友到了，啊。哇！哎，
adjustable 给我想起了之前加的那个 K20A 的 City 哦，对，差不多这样的硬度也是。它的 handling 加起来也是，它会比较稳一点，是还好像有加后面的那个 hard race 哦，我记得它没加在里，加在后面，诶，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车后面的那个悬吊 torsion beam 那边，就后面比较就那支 torsion beam 嘛，哦，在那个国内一开出来，不是在下面后面的下面，就是车脚那边一支的铁，它不是 enduro 吧？哦，可是动力来讲肯定是 K20A 啦，不用讲。它是如果你几寸？它 rim 是17啊，哦，它是也有分别的。对对对，那种是15很轻，15好啊，轻还要便宜啊，肯定。你17寸的价钱，在15寸买 service 那个。对了，这样也是。我觉得这个方向盘要换掉去没有 airbag 那种，摸那种会更好讲啊。有想过，它那个对力那种啊？因为讲它方向盘有点大力啊。哦，这样子啊。然后比较重咯，因为有 airbag 嘛，然后没有 airbag 那种加起来的话会更好，因为它转向本来就是比较没有这样有 feel 啊，它好像很麻这样的感觉。可以想一下。对，可以。开工了吗？还没有啊。他晚上上也是嘎叫，诶，没有嘎叫了啊，这样好啊。他嘎叫会点没有？这样好。会点没有？啊？会点没有啦，就看到你一般车队啊，不给你上回了，就这样哦。我说怕这样子，你看都没事。哎呦1号牙，呵，不要在他们前面绕就好了。OK，good， 安全。我都没有什么全上。如果是这个 compressor off， 对，需要一点风，哈哈。它会有那个 pop。没有，这是因为我之前 tune 的时候是55的 total body 来的。哦。过后出来过后，它的油门好像有问题。过后就是看原装的看到，过后就 OK 回了，所以就放着咯，就变到多油了。本来是没有存大炮的。如果换 L15B 一次过的话，大概跟压箱啦，哇 ，6B 要多少钱了 L15，你是讲那个 GSRS 的那个？哇，那个整个 engine 跟压箱还没有算人工到14千左右，买回来都要14千了，差不多。这样还是贵完啊，可是还比 K 仔便宜哦，你这样子。啊，看你要2万咯。讲 K24那些也是差不多嘞。那一万K24哦，跟压箱 CL9 的13到14千，也是买回来。啊，对 ，for FD 啊，6 speed， 但是CL9压箱还贵过的。哦，对呀、哇，车轻就是不一样啊，1100公斤左右，它比较没有那么推头啦。你要再轻点，其实可以踩后面的。要踩椅子哦。我都没有载人的。本来有想过踩的，不过就怕这辆车会烂后面的，太轻也是不好。我会摆一下那个屁股，就感觉到有点，这是史蒂的一个小性格。我觉得 Jazz 的话会更加开心哦。它会有 smooth。它出蜡板，味道不听话了。慢一点，谢谢这边。我这个你知道？我知道我这边很够力，我顺便等一下他们。你看那个 6 speed， 你看分到几米，我就觉得很棒的事情就是哦，它不会遇到非常尴尬的转速啊，那个力不从心去的时候啊，你推又拉到很够力，那种感觉像。就接得上哦，就我觉得很好加了吧这样子。可是
因为车主驾了一段时间，他觉得不够力哦，已经是习惯那个动力了，是吧？加惯了嘛，肯定会觉得对啊，肯定很快了啦。没事吧，各位？你的水温表是看回这边啊？对，我是秒 A dam 嘛，这个是我的 dam 来的。哦，我的 dam 94 ，OK 啦，很漂亮。可以啦，平时也是跑这样。啊，很多车了哦，下山。这个地方是最刺激的地方，所以你看，最斜的。老边。其实没有这样难驾，如果你给它 K20那个真的难驾，因为它的动力太大了，对，那就很难匹配啊。这种就刚刚好，会一直推头马两。对，那个会一直推头。讲2.0的会比1.5来的重2，它搭配到它的手生态轻。好玩 ，CD 改手牙。之前呢，因为车主换 5 speed 然后那个就很多人来问，很多人问，可是6 speed 我觉得会更多人问。可以啊，5 speed 跟6 speed 的convert的价钱会相差很远吗？1000，对 OK 哦，这样我直接拿6 speed 不是更好？对，所以就1000就多一个牙，可以要试看。这也没什么已经要6度牙了。是啊，可是这个3要234这样用哦。对。我觉得这个 CD 有一个很轻巧的地方，就是当我过 S1 的时候，它反应来的非常的快，所以对这样 Jazz 我是能够，因为我没有驾过 Jazz 上山了，我觉得这样 Jazz 改了手牙，这些一定上山更好玩，应该拉我很远，因为它的车身轻啊，对，又敏感，它改如果要开到一个 spring 前8后6或者后5，很敏感的车。哎，这是啥呀？我的胡子飞了。又不用担心 CVT 那些过热了。如果我们驾 CVT 的人，就是一直绕，你会看到上到130度，你又怕了。我之前 CVT 没有没有牙，没有理他。对。通常跑到半山是100出。有哭了吗？驾？刚加不到1个月就换手牙了，浪费。哇哦，hello，哇，1号牙了，我刚刚，然后好像不会去这样哎，我的油是28%吧，对吧？再停一次。1号牙踩得进不会去。先说一下换了手牙 CD 好不好驾？我肯定是好驾的一样，乐趣有了太多。因为 CVT 是蛮 boring 的一个东西，除了有 pedal shift 的话，还可以讲一点点。这辆车以前是这个 spec 啊，是完全是没有 pedal shift 的 facelift 的，也就是讲 GM 6.5的话，那个才会有啦。换上了这个手动挡的话，对0到100也许会输给 CVT， 可是呢，我的动力啊，每过一个弯我都接得上，也不用担心 CVT 会过热啦。这个6速手动挡会比5速的齿轮比来的密一点。套扣来讲，我又不讲太多了啦，因为 CD 改了
这种 adjustable 拉1.8，其实过弯都是蛮 OK 的。可是它的屁股就我说的咯，比较开心一点，就是想要出这样。但是以动力来讲呢，跟 5 Speed 比起来的话，这辆是比较有力的。因为讲都是那个齿轮比都 match 得到啦。然后这个 clutch 我觉得它很硬啦，讲真的。你下一个project要搞什么？德博啊？有想过啦，大家再忍一下，然后出一下。也是用回正负引擎嘛？如果波的话就是 Born Turbo 过后电板，这样用回复。OK， 不要打太高了吧。之前我试驾过很多次 CD 啊，讲真的。对，我有看，CD 有看比较多。后面还给 disc brake 啊那些。非常感谢 YK， 谢谢你。可以。他比较靓仔，他不愿意上镜。没有了。Alright, City 6-speed manual， 在它的外观来讲呢，就一般哦，因为 City 的车主大多数都是改到比较 sport 一点的，尤其是好像这样 carbon fiber 盖这样哦，黑顶哦，看起来一个普普通通啦，就没有这样改的什么大尾翼啊。可是呢，它就是一个 manual 哦。也许我在直线输了 CVT， 但是呢，我就在山路的话，肯定是比 CVT 有利。如果你问我花10千块值不值得去 convert 手牙，我说值得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多多点个赞。哇，阳光照射在我脸上哦。好了，各位好，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了，拜拜。